历经10多年的研发，台海军光华6号导弹快艇18日举行第一个中队成军典礼。台军及舆论对这种可有效执行制海任务的自制武器颇为自得。事实上，在处心积虑对外军购的同时，台长期以来并没有放弃自主军工的努力，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现在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较有代表性的台湾自制武器 IDF 经国号战斗机。说到自主军工，就不能不提台湾军工人士最为得意的 IDF 经国号战机。这款定位为自制防御的战机从1983年开始研发，气动和机身设计较为先进，1989年首飞成功，1994年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最初生产量定为250架，计划持续生产5年。但后来台方获得了更为先进的 F-16AB 和幻影2500，IDF 的订单随之减为130架，目前已全部生产完毕。配备于台中清泉港的第3联队和台南的第1联队，是台空军3大主力战机之一。FCK-1经国战斗机是中华民国在美国技术协助下设计开发的一种轻型超音速多用途喷射战斗机，具备视距外作战能力及冷舱启动快速等特点。在中华民国空军的规划下，自制 FCK-1战斗机与向法国采购的幻影2500战斗机及向美国采购的 F-16AB 战斗机，构成中华民国国军防卫台湾海峡制空权的主力。其中 FCK-1型战斗机负责中低空防御及部分对地攻击任务。1980年代，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指示下，中华民国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及技术移转下，展开自制防御战机的研发，以取代逐渐老化的 F-5自由斗士战斗机，作为中华民国空军的新一代主力机。于是产生了中华民国空军建军史上最大的自制武器开发计划——鹰扬计划。1988年12月10日，第一架 IDF 原型机出厂，1992年进入空军服役。该战机型号为 FCK-1，其中 CK 代表经国2字为图马拼音 Chinko 的缩写，并命名为经国战机，以纪念蒋经国。当航发中心开始生产 FCK-1后，2001年中华民国军方展开降升计划，以提升经国战机的性能。汉翔时期对 FCK-1的升级方案进行探讨，以应对对岸中国人民解放军日益增加的空防威胁。经研析后，把升级计划分为航电系统与武器系统2大部分。2006年，第一架降升机试飞成功。2007年3月27日 ，FCK-1 CD 型战斗机正式公开，并命名为雄鹰号战机。经国号战机基本气动设计由 F-16战斗机改良，因应中华民国空军的需求及美方限制而做出妥协，进气口采固定式，向机身内部弯曲缩小的设计。战机在高攻角时不会出现引擎进气量不足造成失速。此外，由于进气口向内弯曲，使得引擎所产生的余热较不易散失，无形中减少了进气道与风扇段的反射讯号强度，增加了逆zon的特性。美方人员曾说：“你们在无意中造就了一个有隐秘潜力的进气道，恭喜了。”另外，座舱弹射椅倾斜30度，可协助飞行员承受较高的坠力。操纵杆和 F-16战机一样，置于飞行员右手处，并配有手制节流阀与操纵杆，并采用全罩式的类低式座舱，具有前隔框，但开启方式却是像 F-16般整片向上掀开，飞行员拥有良好的视线范围。经国号战机有9个挂架，分别为左一端、左一外侧、左一内侧、左发动机进气口外下方、右发动机进气口下方、机腹中线、右一内侧、右一外侧以及右一端。担任对空作战任务时，外挂2枚中程空对空飞弹和4枚短程空对空飞弹，与2公丙油料，与左右翼外侧以及一端挂载天剑1型飞弹各1枚，机腹中线搭载天剑2型飞弹2枚，左右翼内侧挂载1040升副油箱各1具。这是经国号战机最典型的空优作战武装。在经国号战机座舱左后方装有一挺 M61A1 机炮，可用于缠斗空战或对地攻击，备弹400发左右。担任对地任务时，左右翼一端各挂载1枚天剑1型飞弹，挂载 MK82 通用炸弹的话，机腹中线挂架可挂载2枚，其他挂架可各搭载1枚。如果挂载 MK84 重型通用炸弹的话，
左右翼内侧以及机腹中线可各挂载1枚。Mk2010眼集束炸弹最多可挂载10枚，燃烧弹7枚，火箭夹舱3至4具。左右翼内侧以及机腹中线挂架可以各挂载1具1040升或者是275加仑副油箱。成功级导弹护卫舰，成功级舰是美国 Perry 级建造的导弹护卫舰，船体由高雄的中国造船公司兴建，战斗系统由台湾中科院负责。成功级舰全长138.1米，满载排水量4150吨，单轴推进最高航速29节，可续航4500里，具有反舰、防空及反潜综合作战能力。武器系统包括一套标准1导弹发射器，2组4连装雄风2反舰导弹发射装置。成功级从第8艘田单号起正式改为防空型。成功级巡防舰是中华民国海军现役巡防舰，为美国海军派里级巡防舰的修改型。原型以船团护卫任务为主要设计核心，在取代扬字号而生产的前提下，中华民国海军于本级舰安装8连装国造反舰飞弹及2具波佛斯公司40L70公里单管快炮，增强反舰反快艇能力。现时本级舰隶属海军146舰队。美国海军规划派里级巡防舰的设计以反潜作战为主，于低威胁环境下为远洋船团护航及作为2栖登陆船团的平卫，在机能设计上属于2线低造价可牺牲的舰艇。由于台湾海峡防卫战需求与美国对台军售限制，本级舰除负责反潜作战外，也担负舰队区域防空任务。目前成功级均配属海军146舰队，母港为海军马公基地侧天岛军港，平时负责台湾海峡海域侦巡任务。成功级基本上沿袭派里级 Flight 4 FFG 59号舰设计，为可操作 SH-60系长舰身版的派里级舰。同时，吉伯斯寇克斯公司因应美军操作经验与中华民国海军要求，重新设计舰体上层配置，使其重心降低，以弥补加装40快炮及雄风2型后重心过高问题，并避免过去舰中结构强度不足而致使拱中破坏龙骨结构等问题。经修改后的成功级满载排水量增至4100吨。成功级使用的通用动力 LM2500燃气涡轮引擎，是一款高性能简单循环双轴发动机，采用模块化设计，易于安装和维护，功率23.300万瓦，热效率36.6%。与派里级相同舰体的前段设有2具伸缩式的可转向电动推进器，弥补单轴推进的弱点，为辅助动力单元吊舱，由舰上的电网供电，每具出力350马力，在平静海况下能使舰体达到5至6节的航速。辅助动力单元吊舱能够360度旋转，当船舰在港湾等受限狭窄水域移动时十分便利，可有效增加船舰的操控性，具备控制航向的能力。在低速反潜作业时，还能可关闭 LM2500燃气涡轮引擎以及大轴，改用辅助动力低速航行，能够大幅降低噪音，利于舰上被动声纳工作。由于成功级建造时美国不提供 ANSQR-19拖曳式阵列声纳与 ANSQQ-89水下作战系统，成功级的反潜战力不如原版。成功级船体装备 ANSQS-56声纳，对鱼雷防御则有 SLQ-25水腰鱼雷诱饵。SQS-56为中频声纳，导入了数位化零组件处理声学信号，因此较过去的中频声纳要较轻盈，具有主动被动模式。目标资讯经 MK114 水下射控计算机解算，再以手动输入 MK309 反潜射控操控台。MK309 连接船只左右舷的3连装反潜鱼雷发射器，可释放包含 MK46 或 MK54 对潜鱼雷。由于 SQS-56 主动搜索模式有效侦测距离不超过9公里，不足以涵盖第一会声区距离，性能上只能够自保，较不足以主动侦测甚至猎杀前舰，因此远程反潜需仰仗反潜直升机。在购入成功级前，海军委托美国赛考斯基飞机公司开发出具有独立水面、水下搜索及反潜能力 S70C-12反潜直升机。由于成功级缺乏完整的声学处理设备，反潜能力只限在第一会声区内。云豹装甲车，云豹装甲车战斗权重约22吨，车长约7.2米，车宽约2.7米，成员3人，载员6人。
主要武器是一门 M242型大毒蛇25毫米链式机关炮，包括用来打击轻型装甲目标的脱壳穿甲弹和用来杀伤人员及非装甲目标的燃烧榴弹。云豹最大速度100千米每小时，最大行程800千米，最大爬坡度为31度，月壕宽2米，过垂直墙高0.7米。缺陷主要在于转向半径在10米以上和不具备水上机动能力。云豹8轮装甲车是中华民国陆军兵工整备发展中心研发的8轮装甲车，整体设计以满足台湾地形的需求为主要考量。目前，中华民国陆军与中华民国宪兵已采购600余辆个性云豹甲车，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也计划订购60辆以满足作战需求。中华民国陆军最早于1970年代末期购入数百辆 V150轮型装甲车，然其在陆军中的定位为侦搜及作战支援装备，而非主战装备。随着台湾的公路建设逐渐完善，可在道路快速行驶且维修成本较低的轮型甲车的优势逐渐显现。为此，陆军战甲车发展中心于公元1985年派员前往爱尔兰学习轮甲车的设计及制造技术，并在爱尔兰提莫尼公司的帮助下，于1992年推出 CM31 6轮装甲车，奠定研制轮型甲车的基础。然而，该型甲车因刹车系统有极大的问题而未进入量产，军方遂决定研制新型8轮甲车，以作为国军的下一代甲车。在吸收了 CM31 的经验后，兵整中心于2002年9月完成了编号为 P0 的8轮甲车雏形车，后又于2003年至2005年间生产编号为 P1 至 P3 的3辆原型车，以此评估新型8轮甲车的技术、规格、生产工序以及后勤维修体系。时任总统陈水扁于2005年1月11日因其火力与机动性而将此型甲车命名为云豹。历年则以殉职专案的代号编列量产预算，预计以新台币570亿的预算，于9年内生产638辆云豹甲车。首批量产型云豹甲车也于2011年12月29日交付陆军机械化步兵第200旅，宣告云豹甲车正式开始服役。台湾自20世纪50年代起，通过采购或者以西方国家技术合作等方式，生产了一定数量的导弹，供陆海空三军使用。但就陆军而言，目前台湾装备的导弹有清风、天戟弹道导弹、天弓系列、霍克、爱国者等防空导弹，以及各种反坦克、反装甲导弹。目前，台湾应有清风地地导弹和天戟战术地对地导弹2种弹道导弹。清风弹道导弹，清风弹道导弹是台湾在美国长矛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而来的一型导弹。台湾研制弹道导弹的念头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4年，台湾当局在中山科学院下增设了核能研究所、导弹研究所和电子研究所，准备研发弹道导弹。1976年，中山科学院设立了清风计划管制室，开始研制代号为清风的短程弹道导弹。这是台湾尝试研制弹道导弹的开始。由于技术基础薄弱，清风研制组决定以现有导弹作为参考目标，随后选中了美制的 MGM-52 长矛战术弹道导弹。长矛战术弹道导弹是美国陆军第2代战术导弹，曾出口到多个国家，包括英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德和以色列。在长矛的基础上，台湾经过研发，于1980年正式研制成功了清风导弹。1981年10月10号，清风导弹在台北首次公开亮相。从1983年开始装备部队，清风弹道导弹弹长6米，最大直径为 0.6米，全重1500千克。其中弹头重400到500千克。清风导弹的动力系统基本继承了长矛的可储式液体火箭发动机，氧化剂采用抑制性红色发烟硝酸，燃烧剂则是 P2 甲磷，其最大射程为75到130千米。制导方式为简易的惯性制导，命中原概率偏差约150米。和长矛不同的是，清风只配有单一的高爆弹头，只能杀伤地面无防护目标和地面工事。另外，清风为固定阵地发射设计，没有长矛的越野机动底盘。台军目前大约一共部署了40部清风导弹发射架，主要装备在金门、马祖地区的陆军部队。天戟战术弹道导弹，清风导弹研制成功以后，台湾当局在清风的基础上制定了天马导弹计划，试图开发射程超过1000千米的中程弹道导弹。但由于美国的介入和诸多因素限制，天马导弹计划最终夭折。
90年代中期以后，李登辉上台之后，暗中指使台军进行中程地对地导弹的研制，并把相关研究计划分散在各个部门，成立天戟计划。天戟导弹也被称作天宫 -2B， 是在天宫2防空导弹的基础上研制而来。该弹弹长约 9.1 米，弹径约 0.4 米，最大速度 4.5 马赫，最大射程320千米，有效载荷仅有150千克。虽然相比于轻锋导弹，天戟战术弹道导弹的射程有了明显提高，但精度相对较差。云峰超音速巡航导弹，其射程达到了1200公里，弹头重约200公斤，可以携带半穿甲高爆破片弹头，末端速度达到了3倍音速。未来增强型据说射程达到2000公里，采用10×10卡车陆基机动发射。云峰是一种垂直发射超音速巡航导弹，能够毁伤距离1500千米的地面目标。近期将研制这一武器的改进型，性能进一步提升。导弹采用圆柱形弹体，尖拱形头部整流罩，采用折叠式弹翼，发射时尾舵处于展开状态。导弹的制导系统类型未知，尺寸、发射重量保密。云峰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保证从发射装置发射，达到规定高度后加至所需速度，达到规定参数后启动冲压航空喷气巡航发动机。导弹可以加速至每秒1000米，发射和巡航发动机依次保证达到所需高度，飞越主要轨道段，到达目标区后，导弹开始下降。这一飞行抛灭可以减少空气阻力造成的能量损失，增大射程。现有飞行抛面下射程为1500千米。为了毁伤目标，使用重达225千克的穿甲爆破战斗部。反舰导弹经常采用这种类型的战斗部，但云峰是否具备反舰能力不得而知。云峰从地面发射装置发射，最初计划在台湾山区部署固定发射装置，后来这一计划取消。战斗态势模拟表明，固定目标风险太高，可能迅速被敌人消灭，见此采用机动式导弹系统。据报道，云峰发射装置基于5轴专用底盘，一部发射装置只能搭载1枚导弹，很可能系统中还包括其他用途的车辆。将系统部署在机动式底盘上，可以提高机动性，降低遭敌人打击的风险。台湾陆军防空导弹部队是台湾整个防空体系的重要力量，其领导机关为飞弹指挥部。飞弹指挥部成立于1982年6月，现驻台北泰山，下辖7个飞弹营，共27个飞弹连。现装备有天宫系列、爱国者 -2、霍克等3种防空导弹发射架187部，导弹1566枚。天宫系列防空导弹，天宫系列防空导弹目前主要有天宫1型、天宫2型和天宫3型地空导弹。其中，天宫1型地空导弹于20世纪80年代研制成功，1993年正式装备部队，弹长 5.3 米，弹径约 0.4 米，翼长 0.9 米，是一种中低空防空导弹，射程60至10千米。发射架为机动式4联装发射箱兼储运箱，发射架长9米，宽 2.5 米，高4米，由一辆5吨级拖车拖行。该型导弹采用半主动雷达波束制导，导弹速度达3至4马赫，也有红外制导型，采用近爆或触发双重引信。其机动性能好，可拦截快速及小型空中目标，能执行要地防空和野战防空任务。天宫2型地空导弹是在天宫1型的基础上研制改进而来的中高空地对空导弹，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装备台军。导弹采用2节火箭助推器，射程达200千米。后期型弹长约 5.7 米，弹径约 0.4 米，发射架为固定方式，可变仰角箱式，通常在85度仰角时发射，存储与发射架合2为1，发射箱可重复使用，也可采用机动式4联装发射箱。此型导弹采用中段指令加末端主动雷达制导，它可攻击不同性能的中高目标，具有对付多目标的作战能力。天宫3型导弹目前并没有太多的信息披露。据悉，该导弹长约6米，重1500千克，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冲压火箭发动机，射程200到3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5马赫。其发射方式和天宫2型基本相同，但据悉也可垂直发射。制导方式为中段指令加末端主动雷达寻地加红外成像末端制导，命中精度更高。天宫3导弹可用于对付中高空高速机动飞机、战术弹道导弹等多种目标。爱国者2型防空导弹，
爱国者2型防空导弹是美国研制的第3代全天候多用途地对空导弹。台湾于1996年从美国购得3套约200枚此型导弹，部署在台北地区。该导弹系统由1辆相控阵雷达车、指挥控制车、电源车和4到8辆发射车组成。其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全长6.06米，弹径0.4米，发射重量901千克，弹头采用近炸引信、高爆炸药和高速碎片，飞行速度5马赫。制导方式为命令和导弹跟踪制导，亦可用人工控制制导。它能在电磁干扰环境下拦截高、中、低空来袭的飞行式空袭兵器，包括飞机和巡航导弹，也能拦截地对地战术导弹。目前，台湾爱国者导弹有1个营，共3个连，装备导弹发射架24部，导弹196枚，分别部署在北部地区的万里、新店和南港。霍克防空导弹，霍克防空导弹是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研制的一款中低空防空导弹。该导弹弹长5.03米，弹径360毫米，弹翼1.2米，最大速度2.5马赫，最大射程40千米，作战高度18千米，反应时间26到34秒，其采用脉冲搜索雷达，探测距离为70到75千米。霍克防空导弹系统由导弹3连装发射架、1辆中空目标搜索雷达车、1辆低空目标搜索雷达车组成。台军主要用其拦截中低空飞机和巡航导弹。目前，台湾霍克导弹有4个营，共18个连，装备导弹发射架108部，导弹972枚，分别部署在海岛周边地区和澎湖地区。陶式反坦克导弹，上世纪60年代，美国休斯飞机公司开始研发陶式反坦克导弹，以满足应对苏联9M17导弹的需求，从而开创了美军反坦克武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这款导弹弹体长度达1174毫米，重量为28.4.1公斤，最高时速达到每秒860米，精确率高达97.7%，依靠有线传输指令进行制导攻击。从外形上看，该导弹配置带有2对控制翼面的柱形弹体，并在后续升级后做出了进一步调整。台湾陆军除了装备有这几款重要导弹外，还有装备有其他诸如地狱火反装甲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导弹。你觉得台湾的导弹实力如何呢？欢迎评论区讨论。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